你想要让你的频道开始获得广告收入，你就必须在1年的时间内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才有资格加入 YouTube 的广告合作伙伴计划。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6个步骤，去帮助你更快的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Ja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虽然我已经无数次的回答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到底是怎么定义的。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今天这期影片之后，都能够理解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到底是怎么定义的。首先，这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必须是完全公开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在你直播之后把你直播的影片设成为私享，你也不能在发布一部影片之后，在半年之后把它设为私享，或者是删除这部影片，那么这部影片的观看时长都是不算入4000小时观看时长的。所以你就要记住，所有的观看时长都必须是完全公开的。第二个重点就是，你必须需要在1年之内积累到这4000小时观看时长。不管你现在是哪一天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3号，那么往回推365天，就是2020年的11月14号。所有在这个区间里面的公开观看时长都是有效的。你的影片不需要在过去1年内发布，但是只有这1年的时间内获得观看时长才能够算数。希望这次解释大家都能够明白，因为还是有非常多人不确定这4000小时观看时长是如何定义的。在了解完4000小时的定义之后，如果你想要在1年之内获得这4000小时观看时长，你需要做以下的6个步骤。首先，第一个步骤就是你需要设定的目标。不管你是为了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，还是为了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你都必须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并且这个目标非常直观，能够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你需要在1年的时间内获得10万次的观看量，这个目标是比较理想的，并且是可以控制的。4000小时就是等于24万分钟。当你知道你1年内要获得10万次的观看量，那么就能够知道你每部影片平均的观看时长需要达到多少。所以在理想状况下，你每部影片它的平均观看时长需要达到3分钟。在你有了这么直观的数据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想想你的内容策略。因为你想要在1年之内获得10万次的观看量，根据你更新频率，你就可以知道你需要发布多少部影片，并且你需要保证每部影片它平均观看时长能够达到3分钟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你需要有内容策略。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 YouTube 上面成功，而有些人看似很努力，也上传了很多部影片，但是他的订阅数永远只是在几十个、几百个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，成功的人有自己的内容策略。如果你想要把你的频道做大，你想要吸引更多流量，你想要成为全职的 YouTuber， 那么就需要特别注意你发布的内容。你不能随机发内容，你想发什么内容就发什么内容，因为你每发一部影片都会吸引到感兴趣这部影片的观众。如果你随自己的兴趣，今天发一部生活类的影片，明天发一部投资理财类的影片，过几天又发了一部科技类的影片，那么你这些影片都吸引到了不同兴趣的观众，这就会导致你频道观众群体他们兴趣都非常杂，你不能够保证你每部影片都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兴趣。除了内容主题之外，你还需要控制你影片的长度。在第一个步骤我们有说到，你需要保证你每部影片能够得到3分钟的平均观看时长。那么你就能够想象，如果你制作影片它的时长只有4分钟、5分钟，那么你需要有很高的续看率才能够达到3分钟的平均观看时长，这是非常难以达到的。因为大部分的 YouTuber 他们的影片续看率都在30%到40%，有一些厉害的 YouTuber 像是 MrBeast， 他能够不断的抓住观众兴趣，让他们继续往下看他的影片，他才能够达到50%到60%。所以作为一般的 YouTuber， 我们的影片他们的续看率可能只有30%到40%，所以为了能够保证每部影片它的平均观看时长能够达到3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的每一部影片它理想长度是8分钟到12分钟。这里也提醒大家，8分钟以上的影片能够在影片的中间插入广告，所以在你通过获利之后，对你增加广告收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当然这里我不是提倡大家不管观众的观看体验，不管影片的内容好坏，一心想着把影片做长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有了这些直观的数据目标，你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如果想要让你的影片变长，你需要加入更多的价值，这才是正确的。这一大家还需要注意， YouTube Shorts 现在非常流行，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观看量，还有很多订阅者，但是 YouTube Shorts 所带来的观看时长是不算入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的。像我们有了具体目标，我们有内容策略，我们知道需要保证主题的清晰，还要尽量提供更多价值去增加影片的时长。接下来就到第3个步骤，注重影片的质量。这里指的质量是影片给观众的观看体验，影片整体给观众的听觉还有视觉体验。
虽然我之前有说，你不需要等到准备好了所有的设备才开始拍 YouTube 影片，但是如果你影片能够让观众看得舒服，声音听得清楚，画面的颜色明亮，那么这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增加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的。现在的手机都能够拍出画质很好的影片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证基础的画质。这里希望大家特别重视声音，观众能够降低对画质的期待，但是他们不能够忍受观看一部声音听不清楚的影片，所以你就需要保证你的音质。如果你需要买设备，也要最优先购买一个收音好的麦克风。你需要首先保证观众能够清楚你在说什么，他们才会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。另外，你也需要重视灯光。如果你没有专门的灯光设备，你可以选择在上午阳光充足的时候拍摄影片。一旦影片有足够的灯光，也能够很好的提升影片的画质。除了影片的质量能够影响到影片的观看时长之外，影片剪辑也能够很大程度影响影片的表现。影片剪辑能够很好的改变一部影片的命运。如果一部影片它的内容很好，提供了很多价值，但是它在影片剪辑的时候没有做好，无法提起观众兴趣，让观众觉得无聊，看了想睡觉，那么很多观众就会在一开始就离开这部影片。然后如果有一部影片里面充满着对观众的模式中断，配合上了 B-roll， 加入很多图片、音效等等，不停的给观众兴趣，这样观众不仅不会觉得无聊，同时也会越看越有兴趣，不知不觉从头到尾观看了这部影片。就拿我的影片为例，我的影片形式就是坐在镜头面前对着镜头说话这种，如果不加入任何 B-roll、图片还有音效等等，我相信你在看了1分钟之后就会觉得无聊，失去兴趣，离开我的影片。所以为了让你不觉得无聊，除了内容结构的安排之外，我会时不时的来一次模式中断。我会特意在一些内容点上变换我的镜头大小，在讲解某些内容的时候，我会配合上 B-roll 还有图片，有时候会配上一些音效，给观众一些听觉上刺激。这些细微的操作都是为了让正在观看这部影片的观众不觉得无聊，不断给他们新的刺激，让他们提起兴趣，这样才能够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。第5个步骤就是你要去增加你影片的观看量。这里聊到更多观看时长，前提就是你的影片需要有更多人点击，去获得更多的观看量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观看量，你需要重视3个方面：你影片的话题、标题还有缩图。你要想想你影片的话题是否是观众感兴趣的。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很容易让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的。例如在前段时间有很多科技的博主都会开箱 iPhone 13，所以每一部开箱 iPhone 13的影片都能够获得很多流量，因为这个话题是观众感兴趣的。你的标题需要能够很好的传达你影片的主题，并且能够激发起观众兴趣，让他们产生好奇。缩图和标题是需要互相配合的。当观众来到 YouTube， 在 YouTube 上面浏览影片的时候，他们首先会被缩图吸引。如果缩图吸引到他们，让他们停留下来，他们就会顺势往下看这部影片的标题，了解具体的信息。如果是他们感兴趣的，就会点击观看这部影片。所以就需要把影片的话题、标题还有缩图都做好，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影片获得更多的观看量，从而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。第6个步骤就是制作时效性强的影片。很多人都会想着制作一部影片，这部影片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获得很多流量，所以就会不断的蹭时事的热度，去追踪时事的热点，去制作流行话题的影片。虽然这样能够让你的影片一开始获得很多流量，但是一旦这个事件的热度过去之后，你的影片就几乎没有人观看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的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我建议大家多制作时效性长的影片。所谓时效性长的影片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半年之后、1年之后、2年之后，这部影片对观众来说都是有价值的，这样就可以让不同时候发现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能够观看到这部影片，并且帮助你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。我的频道里面大部分的影片都时效性很长的影片，就拿这部影片来说，获得4000小时观看时长策略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会有非常大的变化。不管观众在什么时候观看这部影片，他都能够获得很多价值。另外，我的频道里面还有很多教程类的影片，这些类型的影片也是能够长期存在的，并且教程类的影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有些观众会反复观看你的教程，这能够帮你增加很多的观看量，还有很多的观看时长。当然我也有去蹭过流行话题的热度，就像今年年初 Clubhouse 非常的火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去获得邀请码，想去开始玩 Clubhouse。所以当我有了邀请码之后，我也迅速做出了一部影片，去介绍 Clubhouse。在刚发布之后，这部影片确实得到了很多流量，但是它热度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部影片流量就迅速减少，在现在这部影片几乎没有人观看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频道每天都能够获得稳定的流量，就需要尽量做出一些时效性长的影片，这样对你频道长期发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积累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只要我们有个清晰的思路，我们有自己的目标，我们知道如何执行这个策略，相信大家都能够很快达到这个标准。如果想具体知道如何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，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。
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的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精益率平常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